saw Andorra is where I first fell for her. Let's go east, running down the river. West, we've already been south, yeah, and it feels like home. But my true north is anywhere we can go. Anywhere we can go. 大家好，我是林，又见面了。我目前在卡达的飞机上，那卡达这边呢都是紫色调的，那经济舱也有提供就是过夜的盥洗。那我们就是从台湾飞往杜哈，再转到希腊。在地图上，是一片的沙漠跟城市，真的非常的酷。卡达航空于 Skytrax 的2024上面，其实它已经第8次获得了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的冠军，而且它是被获评为全球最佳的商务舱跟最佳商务舱的贵宾室，还有中东的最佳航空公司。那杜哈这里呢，它其实是世界一流的转机的机场首选。这次我们其实是有刻意的，就是转2次机，那可以到新加坡之外，也可以到我们没有去过的中东的国家。那像卡达杜哈这个机场又是世界很有名的。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入境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卡达首都，那也因为在这边过境有好几个小时，所以我们又可以有3个小时的一个 tour。那卡达航空转机到杜哈，如果您的转机时间是有达到9到12小时，它是可以报名卡达航空这边的一个 tour 的一个城市之旅。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全世界最有钱的神秘的中东国家卡达的面纱吧。台湾人到卡达要签证吗？听说以前是还有免费旅游加免费的签证，可是后来呢，我们是2025年初来这边游玩的，其实后来是变成现在是要自费。那卡达的官网这边其实你是可以查询说你需不需要签证的，但在官网上面查台湾是要签证的哦。那签证费用大概是100元的卡达币，那卡达币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是8:1或是9:1，大概动荡会在8跟9，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柜台大概是在 B， 就是万宝路，跟这些零售商店的中间是蛮好找的。那记得就是要提前，因为它最快的出发时间是8点，但其实是6点多就要报到咯。我们参加的是第一批8点到11点，那集合时间报到是6点半，因为他还要抓出关。那费用呢是115卡达币，大概是台币的1000出一个人。只要带着护照跟你下一段的机票，你就可以报到参与行程咯。那工作人员在你填完所有的还有付款完之后，会给一张入境卡，就是这张卡你要保存好。那这同等于签证，就是到时候要跟签证官这边入境的时候他是要看的。参与行程你必须全程是搭乘卡达航空，然后并且是在这个杜哈机场这里转机，还有再就是转机时间一定要超过12个小时，你才会符合资格。再来呢，就是它
每个的场次最多是22个人，那是会配一个英文的导览的人员。可以在网络上先做 tour 的报名，但如果你怕飞机时间会延误，比较难掌控，像我们就决定是现场报到，但一定要留意说你的时间，一定要能配合得上，就是你下一趟转机的时间，还有你可能出关这些时间，其实都是要留意的。我们就准备上车吧。那卡达航空这边是安排了，其实我觉得蛮舒适的啦，一个很大的巴士。然后我觉得参与的人很多，但是因为座位也蛮多，那椅子很舒适。那每一个人其实他会配1瓶水，那不一定导游会亲自发，像我们坐上去的时候，其实他是把水放在前面的上方的架子上，但是你是可以拿取的。我们为了配合我们班机的时间，所以选了一个3小时的 City Tour。那它会到达，主要是看4个景点，可是其实是3个地方啦。那第一个地方，我们等一下会先到多哈伊斯兰的艺术博物馆。那第二个地方是当地的一个卡塔拉文化村，那再来我们会去瓦吉夫的一个旧市集，那里还会有个景点就是金手指哦。现在经过的就是卡达尔的国家博物馆，这博物馆的外形很特别 Desert of Rose， 像导游介绍的，它是沙漠玫瑰的造型。其实光看它的建筑造型，真的觉得这个建筑师跟工程的繁复跟困难度应该是很高的。那很可惜，因为我们只是路过，可是光从外面看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美。那有查了一下它的资料，里面其实是会展示一些很多的高科技啊，或是利用一些高画质的环境的投射，是会让你在这个展示空间有深入其境一样的真实感，是很有互动性的。那希望下次真的有机会再来杜哈游玩的时候，我一定要好好的来看看这一个博物馆。目前我们抵达了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这里有展示了一些是穆斯林世界最珍贵的手工艺品。不过我们一样，只是在这里停留了5到10分钟，让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天际线，无法进去探索艺术大师独特的创作。那这个是有入场费，是50卡达币，如果你们未来有机会可以来参观的话，那卡达居民听说是免费的哦。卡达不仅有免税的，符合卡达公民的资格，其实听说是享有很多的福利跟权利，真的非常的羡慕。它这个其实是阿拉伯语里面，其实它有大树的意思。那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是树，所以我发现它这个城市很特别，是很多建筑物都是浅色的、白色的、米白色的，或者是有点淡橘色。那再来它的路灯，其实都是有叶子的形状，所以整个城市让我觉得很干净、很舒服，那是非常棒的一个城市。以上的福利跟漂亮的城市，是不是很想成为卡达人呢？
不过要成为卡达人很不容易哦。其实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女生嫁给卡达的男生，生了一个卡达的孩子。不过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可能就要下辈子咯。那卡达是不接受外国人来娶卡达的女生。那如果真的自由恋爱了，其实卡达的女生是必须要移民到其他的国家，而且要放弃卡达的身份，所以想成为卡达人真的只好重新投胎咯。这一区很特别，沿途都有壁画，那壁画有很精致的，有很抽象的，有很插画的，但是都非常的精美。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卡塔拉文化村。这边是由卡达国家规划，用来向各国的游客，介绍卡达的一个文化、食衣住行娱乐这些。那还有许多大型的户外的表演场地跟会馆。那如果遇到展期的时候，其实这边是很多人的哦。那从这里很适合散步，甚至可以看到远眺到卡达之珠跟海湾的美景。其实后面我们有拍到哦。那这里还有一个饲养野生鸽子的鸽子塔，非常的大。那还有许多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建筑，所以是很值得过来这里走走的。这里活动的时候会放烟火，像那个波特曼的那个波特小镇，是吧？这倒是我们去过的，还蛮特别的建筑。对，就是我们两个来讲，对，中东建筑，因为我们两个还没有一起走，对吗？这里是以罗马竞技场为一个设计灵感，融合了阿拉伯特色的一个舞台。那在舞台的中央，它的声音是可以很轻易的就传到每一个座位区。那像现场其实有人就是拍手的方式尝试，那真的是传很远。那当然也有人就是很兴起的，就是有小小的高歌一曲，其实真的设计的还蛮厉害的。
在这边拍手真的耶。射了米。哈哈，你唱。有人要表演了哦。Yeah, look at that, they're so cute to say hi, you guys. 这里是杜哈最有名的观光景点瓦奇夫市集。那这边是卡达中心里面保留最古老的户外的一个市场。那这边的话我们会停留大概1个小时左右。那这个市集它有250年的历史咯，里面它有卖香料、传统的服饰、金饰，有水烟店，然后还有很多的纪念品店。那它营业到很晚，大概是10点左右。那路边都是可以刷卡，也可以付现，是可以杀价的哦，所以要货比三家。那走到这边，很多人说跟摩洛哥的感觉是很像的，虽然我没有去过。那各式各样的一些商店、餐厅都有。那这里是可以体验到卡达人他的生活跟饮食的一些文化。那也可以在这边喝一下他的咖啡，吃一下他这里的食物，其实是非常棒的哦。12点我们就在那个，所以其实是吃小东西没错。你在拍？因为很多人，我又不太看。你闹钟设了好，我就没开时间喽。好。老公还卖很多小神灯，你看。好像对。然后也还是会有乌龟。在瓦吉夫市集里面有树立了一个行人走过去就会闪亮的青铜拇指。这个市集里面很特别也很有名的一个装置艺术。那这个艺术被称为大拇指，它是一名卡萨巴尔塔奇尼的作品。那这个雕塑是他自己的拇指的放大模型哦，所以指纹上面的指骨啊，跟指及手指的皱纹、反光和指甲，都会有一些瑕疵的边缘，很真实，是一个栩栩如生的雕像。所以当你漫步在这个露天的市集的时候，很多人经过啦，都一定会特别跟这个闪亮亮的雕像会合照。这个法国的艺术家卡萨巴尔达奇尼，他其实创作了很多不同尺寸的拇指雕像。那这些雕像都遍布在世界的各地哦。其中听说最大的是位于巴黎，它有高40英尺。那卡达这边是2019年的时候装设的。
它主要是庆祝卡达尔国家队在亚足协亚洲杯的时候夺冠，所以它的意义性也是蛮不同的哦。再来，我们又要发生自由行惊险的事情了。我们在走着走着，虽然知道说有1个小时可以逛这里的市集，但是呢，我们就想说1个小时是够我们喝杯咖啡的，所以我们逛着逛着看到了一间就是感觉可以坐下来喝下午茶，但我们2个翻着 menu 的时候呢，又被他的下午茶这里吸引了。2个人竟然同时都决定了说好，我们要吃这一套就是下午茶，它是有甜点啊、饮料啊，又有三明治。那当我们整个已经点完也付完账之后，坐下来我们才发现说我们离待会集合要回上车的时间好像只剩下15分钟左右，所以是不晓得下午茶什么时候才会上桌。这时候我们才开始紧张，怎么会决定说要坐下来吃呢？于是我们就跟店员沟通说，我们可能需要改外带，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个国家他们餐饮业这边出餐的速度，所以只好要求店员说外带。那因为我们这一份下午茶的内容物也蛮多的，所以等待的有点久，所以我们2个在那边是有一点点坐立难安。那还好，后来他有就是蛮紧急的帮我们包装了，而且包装的非常的精致，可惜我没有拍到，所以后来我们是拎着这个下午茶非常快速的疾走，赶快到集合点上车，要不我们就可能没有搭到车，那只好在车上将这个下午茶点快速的吃完，因为到机场这些食物也不能带进去嘛，所以也给我们2个一个很难忘的一个经验。对，因为2个人太贪吃了，为了吃下午茶，他差点要忘了我们还要集合呢。那另外这边再一提，就是在这个市集里面呢，其实它是有免费的洗手间的，而且非常的干净，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咯。这3个小时的行程也许是走马看花，但毕竟也算难得有机会到中东走走，天气也不会太热，然后转机之余呢，我们又可以多观光了一个国家，所以是可以考虑的哦。那我们就回机场咯。还有个修旅，哇，里面整个内装是红的耶，好帅哦！这里是中东国家，我发现机场很特别，就是它会有就是标示家庭式的休息室，那甚至还有分就是仅有男士的休息室跟仅有女士的休息室，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空间是公共的开放式的，它也配置了非常多的休息椅，那甚至还会有一些就是非常时尚的，像这些桌椅，然后还有插头然后充电的这些的装置，我都觉得非常的棒。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它是家庭的，对，那它就会有比较多的椅子，或是会有一区一区。那它的椅子的部分，它都会有设计，就是斜躺的椅背，脚也是可以抬起来的，所以这个对于就是坐比较长途飞机来说很友善。那这个就是男生的。只有男生可以进去，像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就误闯。那这边有个标示，这个是女生。其实这样的我是觉得是蛮安全的啦。有据说这个灯熊的存在是要唤醒旅客，
就是童心未泯的心，那也彰显了其实家的温暖，那同时也让观光客在离开前对卡达其实会留下一个活泼的回忆，所以我觉得它的意义其实真的很不同哦，所以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我们就会抵达希腊咯，那请期待我的希腊之旅，拜拜。还有小骆驼跟一些很有特色的笔记本，然后这一区还有 T 恤，还有彩色的骆驼。